虽然产出这期视频真的很伤感，但我想自己把它制作、分享、传递出来的这个经历，也是我生命中最耀眼、夺目不凡的瞬间了吧。又大家好啊，欢迎收看我们小团体对假面骑士嘎补最终回的评析，以及我们这一年来的心得体会。这期会稍微有点长，搭配上各种零食一同食用，效果更佳，就当尽兴吧，毕竟是最后一期了。范都说了，吉普，你们有自己想守护的东西，我也有，那你们回去吧。你们以前干了什么事儿，我不问了。你说哦，我不干了，我马上回沙滩人见，那我就不再打你了。我也是觉得这个事情蛮抽象的。我觉得你们不能忽略了客观因素。现在半斗手上有一大箱子压缩人，打这一架就意味着要拿压缩人去赌。我先不论半斗1v2能不能赢，实际上会不会出现打斗过程中吉普趁机把箱子抢走的情况？夺回压缩人也是他的核心诉求之一啊。包括你们认为半斗不能放过两公婆的前提是他有肯定赢的资本在，但半斗有吗？两边其他的数值是接近的哦。在这个情况下，对面还多了个利杰鲁，那这个地方是不是就不能结果论？其次，半斗最开始成为假面骑士的原动力之一是什么？复仇，所以他是能理解吉普利杰鲁心情的。再者，我的好兄弟，一个在殿后，一个在和强敌单挑，救完压缩人，赶紧去支援好兄弟，是不是也能提高下另外两边的存活率呢？哪怕你给他一个合理的解释，但这个是战时情况下一个优先度的策略。救完人以后，坏人怎么处理，事后你得清算。半斗曾经是一个复仇者，他这个时候是跨越了复仇了，这里他就只能站明自己的立场。我有我要守护的东西，你也有你要守护的东西。人我已经救回来了，你们以后只要不害人类，井水不犯河水，完事了。现在是吉普和利杰鲁不肯放过半斗，不肯放过人类啊。那既然这样，我们肯定要打起来啊。为什么要被害者先提出来算了？他为什么不能提出算了？观众的个人理解就说白了，你觉得有问题，那就是有问题。我只能说，虽然是小团体，但是我们互相说服不了对方。不是，本来就没有谁说服谁。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罢了，都别太钻牛角尖，我只能说。我就一句话总结嘛，半斗是圣人，但我们不是，可不可以？对哦，包括我收集的半斗相关推文，其实也全是和圣人有关的。那我顺势练两条就给过了吧，真的没必要再纠结了。明明吉普利杰鲁不可能会答应，可汉迪依然说出了要到此为止，正是因为他根本不想和吉普利杰鲁战斗吧，这是他的自私。但这份自私恰恰是汉迪的温柔所在啊。持续被沙滩界夺走重要之人的汉迪，却依然能在最终回向吉普利杰鲁提出要到此为止，即便他深知沙滩人之间也有重要之人的道理。但在这种局面下，一般人根本说不出口啊，最多是不可抗力。但在战斗的尽头夺走了利杰鲁重要之人的汉迪，其精神状态实在令人堪忧。接下来是关于吉普利杰鲁的问题，就我觉得自己猜对了香川会怎么处理他们两公婆，这点确实挺自豪的。不过在初看过程中，我多少还是会觉得让吉普死掉真的太便宜他了，因为我一直秉持的这样一个观点，让他和西塔阴阳两隔才是对他最大的惩罚。在这里也是我观点有不一样的地方了。我觉得一个人的痛苦完全算不上是一种惩罚，我就觉得死了一了没了。这就是纯粹的价值观问题了。有这种想法是很正常的。怎么说呢？死是对罪恶惩罚的一种最简单明了的方式，但是痛不欲生嘛，也是一种恶心吉普的方式。对啊，我先要回刚刚的话题，在我看来，死亡对吉普而言是种解脱，这意味着他可以和西塔团聚了。不过我后面又想深了一层，香村为什么会在最后放过吉普？这其中就涉及到了吉普最后几集的成长。经历了近期这么多变故之后，吉普对利杰鲁的看法是发生过好几次变化的。而到了大结局，我认为吉普也有被半斗那番话所触动，他才会以剧中的说辞去回应半斗。就在我的认知里面，是半斗那番话让吉普彻底认清了自己已经把利杰鲁当成了生命中第二个重要之人，最终使得他也像西塔一样为重要之人挡下了致命一击。这里我也引用下某位日本网友的推文，方便各位理解吧。未曾想过那个曾100%感情用事、任由事态不断恶化的吉普，竟能变得如此理性，甚至能被道理说服。他连一度轻视的人类，即汉迪的话语也能共鸣，对生真的复仇执念似乎也比以往淡薄了许多。直至最终章，才真切感受到了他的成长啊！我也是因为悟到了这一点，才理解了为什么香村放过了吉普，让他解脱了。我觉得半斗杀了吉普也是一件善事。善事啊，没问题啊。大善人啊，我看，因为他善嘛。到底谁是坏人？我是坏人，好不好？我是坏人。我是好吧？就我上面的理解，可能真的会有点要，只能说我初看时也会觉得会不会不太对，但想通之后，我觉得香村这样处理是最优解了。最后，我再引用某位和我同频的嘉宾对此的评价，给吉普收个尾吧。吉普终于在死前成长为了能够守护他人的模样，我也总算理解了为什么他是斯图法克家除生真以外唯一一个假面骑士了。
接下来是关于理解流的问题，为什么吉普的死会让他这么痛不欲生，让他哭唧唧哭了好几个月？我觉得是因为理解流可以和吉普共情了，他们俩是可以互相支撑，但是现在能和他互相支撑的人也没了。你喜欢看别人破碎，结果自己成这样。对，而且这集朱天敏拍了个很屌的构图，吉普在保护完理解流过后，把手这样的西塔，对，跟他幻想中的西塔，或者说西塔的灵魂在手牵手。你们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有多恶心吗？对于理解流来说，就有点像是我无论怎么做都无法取代我老公死去的初恋在他心中的位置那种感觉。 NTR 这块有牛啊！还是个看眼根本不是你。而且剧里面的氛围会让我觉得吉普心里在想，西塔来接我了，我要赶紧死掉，和我的好姐姐团聚。从这个角度分析，我确实觉得他们第一次终于互相了解了。对，就即便他 V 片最后不死，我也能够接受。对他的惩罚就是回不去沙滩界，在人间界也得不到任何人的待见。包括各位也知道他以往的性格是怎样的，要融入人类社会，貌似也有点难。要变成地雷妹了，我感觉。地雷妹都来了。我反正觉得挺诛心的，最大的靠山死了，自己产生爱慕之心的老公死了，还在人类世界被判了无期徒刑，我觉得已经够了。对，还要天天捡石头吃。就对于一个前总统千金来说，与其活成这样，死了也是种解脱，好吧？对呀、或者到时候可不可以这样？他 V 片结识了某个人间界的小姐妹，把她当成了吉普的替代品，最后为了保护她，也因挡刀而死。继续破背，好不好？相信各位都还记得，在最终回放送前，我们关于拉卡这条路线的落点，害怕的地方在于他是否会因为殿后，或者说为了毁掉门之间而丧命。最终创作者们给出的答案是不会。那其实我悬着的心已经放下了，只要活着就行。包括我们看剧的时候也聊过，拉卡做这一切以前，早就已经赌上了自己的性命。可最后与圣真他们1年以来的相处，在人间界走一遭的经历，让他有了生的欲望，这才使得他说出了那句打撸，说的是他自己打撸哈。包括后面普林德在那里撩他，他不也是说多亏你留了下来，我并不寂寞。至于他为什么会聊寂不寂寞的问题呢？不需要我解释了吧。然后关于拉卡的归宿，虽然我多多少少也对他被隔绝在沙滩界，无法和圣真他们团聚而感到打撸，但细想之后，我总算想通了。创作者们如此处理，既是为了让拉卡为自己过往的行为付出一定的代价，也是为了让其回到自己的容身之处。只因拉卡终归是沙滩人，他在快乐调色有些朋友，但是能被整个世界接受吗？我还是有疑问的。所以说他回到沙滩人界挺好的。而且让他回去还有一个道理了，拉卡最后的镜头就是通过他阐述现在的沙滩人界是什么样子，要有这一点的考虑。对，包括后续如果再有沙滩人想去人间界作恶，那至少这边还有个假面骑士能招呼他们。总之还活着，一切都好。而且他活着就有无限的可能，就比如说拉卡和深真他们在未来或许还有机会再见呢。对，我也套用一下该角斗的操作嘛，即便宝太郎和卡古亚来自不同的世界，最后不也能通过电话交流了吗？那可不可以说丹特叔公的大手再发一次力，他照着那台手机其实也具备穿越异世界通话的功能，这样即便他们不在一个世界，也能偶尔通话，那不挺好吗？到时 VP 还能够卖什么加载了拉卡和深真等人日常通话内容的电话。我唯一有点担心的地方在于 VP 是不是也准备像 TV 结局一样搞3线并行，那拉卡会不会到最后都没能和深真他们再见一面？你现在只能相信 V 片不整烂活，毕竟 V 片是整过的。以防有观众没太看懂这条线最后的处理是什么个意思，我先解释一遍吧。舅舅已经确信了深真是自己妹妹的孩子，但是他没有问，不确定到底问没问，但问了也没用，深真肯定不会告诉他真相的嘛。可即便这样，舅舅也会像我上周分析的一样，通过很多旁证，最终确认了深真的身份嘛。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他也逐渐理解了深真选的撒谎是不想让自己受到伤害。毕竟他最开始就已经给深真表过态了，因此他选择了尊重深真的决定。话虽如此，但拿结尾这一次见面来说，舅舅在和深真对话时已经给到了对方足够的暗示。就那句嘛，如果是深真做的零食，不管是哪种，他都会说好吃吧。在我看来，舅舅都打直球打到这份上了，深真还听不出来弦外之音，有点天然了。深真本来就挺天然的，就也印证了主题曲其中一句歌词吧：对他人之事敏感，事关自己时却很迟钝。但是舅舅也很温柔啊，包括他们最后在告别的时候，舅舅不是说再见，是我等你。对，这句我等你，我真的会联想到我在等着你和我坦白，或者说我在等着你和我相认的意思。说白了就是向深真释放一个信号嘛，自己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不管是面对现实还是和你相认。就像上期其中一位嘉宾提到的，我们要对他们会相认充满希望。剧里面选择的是给这条路线画上一个逗号，而不是省略号、句号甚至问号。就在我看来，这是个十分高明的操作。或者我换个思路，假如创作者们最终决定给这条路线画上句号，是不是要把它俩相认的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给拍出来？
如果要拍出来，是不是还得扯很多的家长里短？而且这个结局氛围，你说两个人在那里相认，哭得稀里哗啦，很合适吗？就是不合适。对，篇幅受限，这样搞还特别抢戏，有点主次不分了。真的，自己看了一遍之后，我才觉得剧中这样整是对的，没有更好的处理方式了。To be continued。然后关于舅舅把生珍做的零食拿向美智流的照片，各位其实看懂是什么意思了吗？就是贡品祭拜，而且3个月后，在日本那边也有一个说法，他其实花了时间去接受自己妹妹已经不在了这件事。对，而且家人的遗照上桌这件事啊，也是一种仪式感来的，就是家人已经不在了，我也得继续我的生活，就已经很隐晦的表达出了这一点。对，这个含蓄真的含到我心头了，好吧。关于这条线，我最后再打个叉哈。为什么舅舅最后会选择心照不宣，而不是和生珍直接相认呢？他不想生珍以后天天过来白嫖自己的零食，还要开门做生意了，好不好？亲兄弟也要明算账，你只是我的外甥，不要越界了。不许白嫖这块，你过来消费，顶多给你打个亲情价，99折，好吧？有点良心啊。关于 TV 结局给打工仔交代的后续，我能够理解国内某些观众想要一刀切的心态，但创作者们对此的态度，我认为是得结合上日本国情出发的。那么各位要怎么做呢？事先听我说完，大概了解了过后再去谈接受与否的问题，还是坚持要一刀切呢？是的话，请自行拉进度条跳过这段即可。行，那我开始了。各位还有印象的话，应该记得我在年初做的一期相关视频里有提到打工仔的原型，指的是日本近几年兴起的黑暗兼职。为了方便各位理解，希望你能先带入以下情况：你有个好赌的爹，好吃懒做的妈，甚至还有个学都上不起的弟弟，而你今年刚毕业，当年你也是办了助学贷款才能上得起大学，即便你找到一份还不错的工作，还是无法减轻你的经济压力。这时候你在网上看到个高薪兼职的招聘广告，钱多事少离家近，你很心动，也顺利通过了面试。可到了指定地点后才发现，你的兼职内容是为其他同事入室行窃放风。很幸运，这次没有东窗事发，那边给了酬劳，也释缓了你近期的经济压力。于是你想到退出，然后那边直接把你的犯罪录像以及你和你家人的所有信息都发过来了。你不接着做，那边就把影片发到警局，或者以你和你家人的人身安全来要挟。那我想问一下各位，真的遇到了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选？你又能怎么选？或者说你真的有的选吗？当你们认为自首是最优解的时候，你家里人的安全要怎么办？等坐完牢回归社会了，你又要怎么办？这也是我年初对这条路线会如何收束所发起的思考。看这集以前，我完全没想过嘎古竟然没有选择在这部分打马虎眼，而是直面了这个问题。单凭这点，我认为也超过绝大多数只会抛出问题，就在最后选择逃避问题的创作者们了，好吧？你在说谁啊？我不想说。反正这部分处理呢，我觉得创作者们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那五部直美引用这个元素作为故事题材本身，已经有其价值所在了，好吧？这个我倒是赞成的。打工仔可以说他有罪，但他也是被害者，因为他们都是被控制的。太好了，那达成共识了。所以生珍说的话是什么？你是要放弃黑暗零食，还是要被我干掉？而现在他走的路是什么？我要告诉你，还有别的路可以选。对，而且现在他们也没得选了，门被关了，人也不会自己就变成黑暗零食。但这个部分我感觉会延伸出更恶劣的情况，有些沙滩人吃不了黑暗零食，脑袋尖尖了，那他会不会因此去攻击人类，报复社会呢？所以他留了一些口嘛。但这个是特摄片的世界，有怪人先出现，假面骑士再来的嘛。有假面骑士就完事了，是不是？对。然后关于这集的结尾，我是这样理解的：故事开头真的想要在人类世界找寻到自己的新天地。说白了就是自己的幸福嘛。到了故事最后，找寻到自己幸福的生珍，希望将自己的幸福分享传递出去。为此，他选择了去制作能让人类和沙滩都能感到幸福的光明零食。至少在我看来，生珍这条路线的落点是最契合嘎补内核的处理方式了。行，这一盘的最后，我想再借此给各位念一下 TTFC 会员限定的嘎补完结访谈中，3位制片人对于节目的主题思想有着什么样的追求。我认为独自奋斗意味着无论如何都要成为能独立思考并行动的人，这正是我想描绘的角色形象。最初策划嘎补时，正值黑暗兼职事件频发期，我开始思考要如何培养一颗不被黑暗兼职诱惑动摇的心。当社交媒体充斥着真伪难辨的信息，善恶界限日益模糊之时，我更希望人们能成为不被外界迷惑，敢于说出我认为如此，我这样想的个体。独处与孤独对我而言是重要的主题。由于夏季上映的电影剧情需要，拉卡和半斗不得不共同行动，因此我特别请求在 TV 结局中将2人分开，让他们各自为战。确实如此，5部制片人的这番话令人印象深刻。刚好我现在正监修的最终回的配音采访稿，看到庄司先生写道：结局让嘎补
Valen 和布兰姆各自独立作战的设计非常符合嘎布的精神内核，这说明我们的创作理念确实传递到了演员层面。就我个人而言，关于嘎布的结局，一直希望避免以人类与沙滩这两种异文化简单的融合童话收场。虽然我知道肖顿先生曾创作过《受王者》《全开者》等跨世界交流的节目，肯定不会重复相同的模式，但我更期待人类与沙滩作为截然不同的存在，能互相尊重差异，虽不融合，却各自迈向幸福未来的结局。即便是人类之间，也正是因为存在差异，才能碰撞出特别的可能性。我希望能传递这样的理念。嘎布中，主角会为了打倒因贪求黑暗灵石而袭击人类的邪恶沙滩而战。我认为这档节目的深刻之处在于，它没有陷入不分敌我、强行和解的和稀泥式结局，而是让英雄始终秉持的守护心中正义的信念。这种不妥协的坚守，或许正是嘎布的核心精神。在理解差异的同时，明确底线，不追求虚假的融合，也不陷入绝对的对立，而是以坚定的价值观照亮前路，守护值得捍卫的世界。从反映事态这个意义来说，在现代社会信息泛滥的环境中，确实存在着一种只看片面就慢而下定论、进行抨击的风气。但在节目中，以半斗为首的角色们逐渐学会了稍作停顿，会思考对方是否也有苦衷，尝试倾听另一方的说法，再做出判断。这种转变对于现代社会的生存方式颇具启示意义，也让我不断反思自己是否做到了这一点。关于斯托马克家两兄弟这条路线的处理，个人看来是远超了我预期的。可由于有好多人都在这上面要死胡同，因此我还是分享一下自己对很多人纠结的点的看法吧。其中一个论调是什么？生真共情毒贩是吧？你结合现实因素来看，毒贩跟毒贩的儿子，毒贩的儿子也贩毒了，我肯定会讲，你跟毒贩共情什么？那群死去的人怎么办？我想问一句，他们在人类世界所进行的这些活动，真的跟明面意义上的贩毒有关吗？我也很好奇啊，就你定义为拐卖人口的 OK， 对，贩毒、制毒这个我只能说沾边。不过这是对于沙滩人世界而言，当然本质上烂果都不可饶恕就是了，不重要，我们就以生真共情犯罪者、加害者来定义好不好？那我想问了，生真共情这个加害者的大前提是什么？他们是 family 啊，这是他亲哥，所以说肯定会共情。我们是一家人。不是，应该是相亲相爱了嘛？不赖。他们是兄弟，生的才能设身处地的说出这番话。那请问，把他们的兄弟关系给切割掉，空谈生真共情加害者的意义是什么呢？这没意义。问题是不能把蓝哥放到受害者的位置上。不是，为什么不能啊？生真说的是什么？烂果也是父辈们的受害者，或者说是黑暗灵石的受害者。那如果没有沾染上黑暗灵石，斯托马克家也不会扭曲成这样。从这个角度去切入，是不是更符合剧中的逻辑呢？而且生真说出这番话是有分量的，一来他从小到大就没见哥哥开心过，二来他在剧场版有接触过没沾染上黑暗灵石的斯托马克家是怎样的。再者，最关键的一点，我共情你，理解你的处境，并不等于我原谅你。我明白你为什么会沦落到今天这个田地，但是你害了人了。有没有看过《哈利波特》？最后他是在可怜伏地魔，然后一炮把他干了。对啊，生真共情哥哥了，妨碍他最后一脚把哥哥踹死吗？包括他对哥哥下达的最后通牒多时日，我就很好奇了。有人会觉得生真共情烂果毁人设，那请问，如果烂果选择了放弃，是不是也同样毁人设了呢？各位结合当时那个情境，生真是在亮明自己的态度，包括这句口号都喊了1年了，为什么到最后还会有人在这里要死胡同呢？就在我看来，这个问题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但这种论调的声音又特别大，特别刺耳，以防有些观众被带偏，所以我才得浪费点篇幅去捋一遍。我能要回正题了吧？可以。最终回开头的设计，除了我看剧时拍手叫好的点外，我事后才捋清楚的地方在于，生真全程都没有否定过烂狗的幸福，不然这就会陷入我的幸福比你的幸福高贵，你的幸福是错误的，你不能追求你的幸福这种奇怪的问题上了。只能说我们的立场不同，我有我要守护的东西，因此我必须要阻止你。另外，生真开头说的是什么？我从小就没见过哥哥你开心的样子，剥夺人类的幸福，压榨打工仔，这样做，你想你就幸福了吗？如此简短的几句话，直接就让烂果迎来了全剧第一次情感爆发。各位能理解吗？谎言不会伤人，真相才是快刀。就在我看来，烂果是被生真看破了自己的内心才会那么激动，尤其生真还是谁？他看不上的弟弟，注意是弟弟哦，烂果从来就没有否定过生真是自己的弟弟，包括生真还是他眼中狡猾的人类小鬼。而且35集的时候，蓝哥否定过生真的存在意义。对，烂果被一个他鄙视的、看不上的人一语道破了内心，他才会急了，对吧？就在我看来，生真的疑问同样也是烂果的疑问。因为烂果后面说的台词是什么？碍事的家伙必须全部铲除，只有这样我才能看到未来。换句话说，烂果现在是看不到自己的未来的。我再翻译一下，烂果还没找到自己的幸福，他以为登上顶点之后便能找到自己的幸福。我个人一直觉得顶点本身就有意义。没问题啊，但烂果已经死在登顶以前了呀。
他已经没法找寻到自己的幸福了。就剧中给的这个答案呢，至少是有出乎了我的意料的。因为众所周知，我以为他最开始是为了家人去登顶，为了所谓的斯托马克家去登顶，只是后来变质了。可实际上他说的台词无一不在暗示他的背后是空的。对，今年每一个反派的人格缺陷揭晓以后，都是出乎我意料的。猜不透本身是会让我感到意外和惊喜的，不如说一眼看到头的反派反而会让我感到无趣吧。当然，有人会觉得这些东西前中期缺乏的铺垫也正常，可问题是他们的弱点也并没有脱离角色前期的塑造啊。既然能够自圆其说，又何必纠结于画公仔画出肠这种事情呢？因此，我至今都不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对着五部直美的某段访谈各种批判。具体是哪一段呢？在原本的设想中，斯托马克家族本应在剧情前期全员退场，后续从沙特人界引出类似黑帮组织的新势力。但实际拍摄时，我发现斯托马克家的兄弟姐妹们都充满魅力，这才主动提议，不如让这群人活得更久一点吧。对此我不想多说什么了，希望某位日本网友的推文总结完就带过吧。斯托马克家确实是令和假面骑士作品中极具魅力的反派阵营，嘎布如同大河剧般全年持续展现主角团的成长，固然是一大看点，但能同时深入描绘反派阵营的生存姿态，同样是其优秀之处。这部作品让我重新认识到故事中拥有魅力反派的重要性。然后关于兰果的内心被看破，为何会让他迎来情感的爆发，我还有一重解读的角度。生存在强者为尊的社会体系下，便意味着不能把自己的弱点或者说人格缺陷暴露。而兰果对于自己幸福的疑问，在我看来便是他不愿向外人展示的软弱。可偏偏自己的这份软弱，竟然被自己否定过存在意义的人一语道破了。你们知道这个事情本身对兰果的伤害是有多大吗？就生真对兰果的同情，确实让某些观众破防了，但其中破防破得最严重、最彻底的人，实则是兰果，不是吗？被自己完全看不上的狡猾人类小鬼点破我们都是父辈的受害者，是为了得到幸福而拼命挣扎的砂糖人。我们兄弟是一样的，可红色户口是什么？是废物老爹和黑暗零食原材料生的孩子。难听点来说，我爸跟一只母猪生的一只人猪混血过来告诉我们一样，那我不骂人。对，就在我看来，兰果在正式开打以前已经自乱阵脚了，这才使得他在战斗过程中全程没开过防护罩，即心理层面的破防，进而导致了他物理层面的破防。当然实际是怎样谁都不清楚，毕竟有防护罩和高速移动加持，对不能变最终的生真同样不公平。或者各位也可以理解成兰果展翅的蓝耗很高，为了破解生真的最终形态，自己也耗了很多蓝吧。因为这场拉锯战打到最后，他们都在用拳头互殴了，双方都力竭了，对不对？我觉得兰格、格罗塔、耶鲁布他们把自己都包装得很强大，反而忽视了他们本身的缺点，就是最真实的自己吧。反观申真第一集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就是那个砂糖人嘲讽申真说你这个怪物，然后申真很理直气壮的说啊是啊我是怪物，就是最真实的自己吧。这点我觉得也是申真真正意义上的强大。OK 没问题啊。本节末尾我再扯一丢丢申真最后放了包软糖在兰博尼场葬身之地的场景。这就有点像是舅舅把生真做的零食拿向妹妹的照片一样，是为了祭拜死者的感觉嘛，也是生真身为人的一面的体现。而我悟出的另一层意思是分享传递幸福。生真心想，如果兰果能够尝尝人类的零食，是否也能找寻到除了黑暗零食外让自己变得幸福的另一种可能性呢？可惜这样的场景根本不可能实现。明明我们都是父辈以及黑暗零食的受害者，却因为立场的不同，必须迈向你死我活的结局，这实在是太可悲了。最后再念一下我从10几万条推文里面精选的几条和兰果相关的推文，收掉这个话题吧。之所以斯托马克家而失去一切的兰果，通过与斯托马克家诀别而获得一切的生真，这两兄弟真是惊人的对称啊！生真的那句斯托马克家算什么，让人瞬间脊背发凉。面对一个早已名存实亡的家族概念，兰果尼桑却执着于那个无法带来欢笑的家庭。这个从如此纯粹的主人公口中抛出的质问，实在过于尖锐了。对于真是个可怜的家伙这类被赋予同情色彩的反派，虽然总会引发争议，但我确实曾非常认真地思考过兰果尼桑如何才能获得幸福。因此当最终有人愿意思考兰果尼桑的幸福，且这个人正是生真时，我真的无比欣喜，甚至潸然泪下。生真最终也没有对兰果尼桑说出你是错误的这句话呢。尽管从社会角度来看，兰果无论怎样都是错误的，但作为诞生于同一牢笼的兄弟，作为共同的受害者，他更想以认同之心与对方分享痛苦与幸福。这场战斗并非为了正义或邪恶，而是收敛于两个个体为了自己的幸福而战的结局，实在是太温柔了。兰果尼桑身为斯托马克家中唯一拥有羽翼的人，却始终未能飞向斯托马克家之外的世界，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他本可以凭借双翼翱翔至任何地方，却被血统与暴力支配的世界所禁锢，最终折翼于牢笼，未能抵达任何远方，实在太过悲哀了。姐妹骑士嘎布中被母亲深爱，从斯托马克家解放并邂逅了众人的生真，拥有了无数个耀眼夺目不凡的瞬间；而被斯托马克家束缚，逐渐失去了一切的兰果尼桑，却连一个耀眼夺目不凡的瞬间都未曾拥有过。
这对比实在过于残酷了。并非啊，其实是有的。各位知道是哪个瞬间吗？就是这个。这是我与每一位嘎补的同好这1年来的感悟合集，麻烦各位尽可能听到最后，如果能给点正面反馈支持一下就更好了，毕竟最后一次了。我对这部剧整体来看是有一点点失望的，毕竟前面它给我的观感上是比较惊艳的，但是中期开始有点注水的成分，导致后面没有前期那么多打动我的地方，然后结局确实有点赶。这部剧明明可以做得更好，但是又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到达了国内评论区的这种天启四骑士的情况，我不理解。怎么说也是中规中矩吧。我看到前期确实挺感兴趣，但是到后期兴趣可能就没那么高了。后期虽然也有问题，也挺赶的，但是它一些优点你也不能否认。就像家布一样，你有甜也有苦嘛，人生就这样。我们下一部见。看了1年了嘛，信果我觉得有点东西被砍掉了，然后后期可以拿更多篇幅讲斯托马克家的人嘛，那也没啥了。不对，你少了点东西。少了什么？应该说多拍信果的腿。这倒提醒我了。我说的，在我来看，主角团的前期塑造非常好，但是到后期直面敌方干部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比如说大姐突然就在一起家人，二哥就突然杀出个回忆杀，再到最后大哥的这个处理，我就觉得反派的塑造是有点割裂的，这就是我觉得特别可惜的一个地方。假面骑士一直是一个英雄拯救世界的故事。当我们以往观众想看的，或者说我们经常看见的是，到了后期他会着重的去表现拯救世界这件事。但是加布他虽然在拯救世界，但很强调拯救世界对于英雄的影响。所以我们最后看到加布还是把弱点落在这些人物上面，这是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感受。加布对于我的意义还是蛮大的。我曾经是真的因为说过一句我喜欢加布，然后就被剥夺看特摄的权利了。完全无法理解，当时给了我这样一个冲击，我才意识到原来这个讨论环境那么差，但是也让我坚定了一个想法，就是我喜欢加布是没错的。然后我也在最后一集来到了这里，跟小团体的各位畅聊。本来是一件不好的事，但在它上面却诞生出了美好的东西，这就跟加布带给我的感受一样的。包括加布，我很喜欢他细腻的台词啊，对于人物关系的这些描写啊，就让我感觉非常的暖心。我甚至可以因为这个忽略他的节奏问题，你就是走进了我的心里。嘎补这部剧真的是 EXILE 以来我全年都看得很开心的一部作品。它虽然也有不完美的地方，但嘎补给我的感觉怎么说呢？是鲜活，每一个角色他的行动都是有道理的。看了之后我品了很多，而且越看到最后我动情的地方有很多。可以这么说，这段时间我是真的失去了一个家人，我是对这种事情进行过思考的。我要更关注身边还在的人，这是在追剧过程中我的一个想法变化了。我能大声说我喜欢嘎补，我看了1年，看得很开心，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得到的东西，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加布对于我而言是一部比较跌宕起伏的剧吧。开头的糖果骑士就让我产生比较浓厚的兴趣，特别是对于人物的描写啊，用于辅助的场景铺排啊，主角团4人的羁绊，斯托马克家的明争暗斗啊，以及师傅叔公狗头人的个人描写等等，都是我比较喜欢的。但自从博卡出现以后，我就莫名少了一些兴趣吧，可能是我不太喜欢太牛太强的 BOSS 吧。总而言之，引用加布最后一集的标题，最终目标为美味的未来，完结撒糖。我个人很喜欢相同的作品啊，比如鲁巴巴多，包括这部剧叫细腻感吧。吻吃这个点啊，代入感真的挺强的。我认为人是复杂的，包括现实也是看不清自己之类的嘛，经常做左右脑互搏的行为。我很喜欢他在剧情里也没有避讳去写这些缺点，他的角色是矛盾的，不管是魏家还是主角团，表面风光的大哥其实内心是空虚的，否认寂寞的大姐内心是渴望家人的，二哥极端自负的深处其实是因为不被认可导致的自卑等等，最后他们都死在了自己的缺陷。作为他们对立面的主角3人则是改掉了自己的缺陷，而且看完第1遍之后再看第2遍我会有新的感受，看得挺开心的。以往我更喜欢看别人的解析，这次是我第一次关掉了弹幕，认真去动脑子思考自己想的东西。第一次看剧自己备忘录啊，写出自己的第一观感。就说真的，很少有一部剧能让我掉眼泪吧。不夸张的说，我这10周脑子里全是嘎布，基本上隔3差5就突然在思考这个角色当时的心情是这样的吧。最后谢谢叔叔给的讨论环境吧，我认识了很多很好的朋友，他们很尊重我，每次看完就去跟朋
朋友聊天，我真的很喜欢对脑电波的这种感觉，遇到你们也是我的幸运。加布其实和我最喜欢的零食薯片是很像的，它确实是有缺点，就像薯片多吃也不健康，而且吃完有的时候地上的这些碎渣也要去扫掉。但是这包薯片我吃完确实很快乐。完结撒糖。加布确实是个人来说近年相当喜欢的一部特摄，虽然对剧情编排的一些点上也有可惜与不满，但是对喜欢的部分的喜欢程度还是能够让人接受这些让自己不爽的地方。一句话总结就是，饭和零食都要开开心心的吃，还要努力寻找真正能让自己幸福的事情。该坐等舞台剧和 B 片了。过去1年追加部的这个经历，其实我心情挺复杂的，因为一开始我挺喜欢这部的设定的，挺有新意，而且生真的善良，包括他对美食的热爱、半斗的成长，还有杏果的乐观，我觉得各个人物他的角色塑造都是很鲜活立体的。如果他们是现实生活当中出现在你我身边的人，我肯定是特别愿意跟这样人交朋友的。而且文戏和打戏的节奏搭配的都很得当。但是自从雪糕形态登场之后，我感觉明显后期的节奏有一定的拖沓，说白了也没有我特别想看的内容，或者说跟我的这个预期不太一样，看下来让我觉得少了点什么。明明剧情在推进，冲突也在发生，却很难有那种燃起来或者说爽到的那种感觉，这是我想说的。我个人对于加布制片人在完结访谈中谈及的这段话很有感触。在信息爆炸的现代，存在着一种只看到一面之词就贸然断定这就是事实并且进行抨击的风潮，这不就完美打中了现在国内网络环境吗？大部分不会自己思考的人只会人云亦云，把加布打上烂作的标签。如果你问我推不推荐这个作品，我的回答是非常推荐。加布有很多有趣的设定，精彩的打戏，细腻的文戏，有关于原生家庭问题的探讨，现实问题的映射，很多很多我说不完的优点。至少在我心中，加布是妥妥的佳作，伟大，无需多言。看这部剧的话，我挺佩服生真的勇气，还有半斗饶过他的仇人啊，还有拉奇亚，他一直都在为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去赎罪，我觉得他很有担当。然后我还是觉得斯托马克家族的人都挺可怜的啊，他们那种原生家庭很糟糕，但我不是为他们洗白啊，他们做的坏事我是客观承认。这部剧在我心里也是不错的，真的就是感谢加布1年的陪伴。讲真，近几年追更真的像赌博一样刺激又惊险，还好今年没出太大的岔子啊。这1年的冒险让我印象最深的，果然还是斯托马克家族等人深真他们的博弈。我还是最喜欢黑白双子了，尽管并没有像深真一样被家族排斥在外，但是双子二人依旧像孤岛一样生存的举步维艰，而扭曲的思想又让他们将自己的不幸归因于深真。在这样注定的错误之下，他们最终阴阳两隔，一面是充满仇恨的西塔吉普，一面是深真和半斗在万事屋与信国建立起幸福的羁绊，这样的强烈对比也十分美味。追更加布的经历让我十分难忘，也希望能和小团体一起见证新作的诞生。其实加布这1年看起来我还是有很多感触的，虽然有一些不足，但剧中的很多情节还是有戳到我，角色们的成长也是让我非常的感动。加布的创新和他所要探讨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是一次非常勇敢的尝试，也是再一次展现了假面骑士这个英雄形象的可塑性。所以在我的心目中，加布还是一部非常值得去看的作品，希望大家在看剧的过程中能多一点自己的判断和思考吧，不要人云亦云。完结撒糖，感谢加布陪伴的这1整年。加布这部作品真的给我带来了非常多的欢乐跟感动，虽然有一些问题的存在，但仍然是一部瑕不掩瑜的作品。对于最近的节奏，我就想说一句，我可以理解每个人的喜好不同，包括每个人的阅历不一样，所以对每一部作品的看法不同，但是我仍然希望每一部作品可以得到一个比较真实的评价，而不是非常粗暴的非黑即白。它有不好的地方，但是它肯定也有好的地方，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子，也不单纯只是加布这部作品嘛。希望大家能在快乐看剧的同时加入一点自己的思考啊，自己的见解。最后祝大家可以遇到自己心仪的作品，也祝接下来开播的卡梅莱达 Z 越拍越好。我们下个世界见。我觉得加布对我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个作品，像半斗能够放下仇恨就非常值得我学习，毕竟我这个人跟半斗一样比较冲动。我也是因为加布又跟很多原本没怎么聊天的同好又重新的聊了起来，也推了一些同学入了假面骑士的坑，所以个人觉得加布还是比较适合入坑的一个好作品。希望万代多出一点宝藏
真的太可爱了。也有好几个完全没入坑骑士，或者原本觉得假面骑士挺幼稚的同好，看到这个可爱的宝藏啊，就问我说能不能跟我拿几个之类的，确实是推广入坑的一个好物品。虽然说加布后期的剧情安排不是令我特别满意，但是呢，这一年追下来，加布给我的快乐也是实打实的。我也特别不想跟别人去争论加布到底是令和第一、令和第二还是令和第三的，争这种问题是真的没有意义的。加布无论如何都不太想评价，不过不妨碍在出差跟项目之前，几乎每个星期下班买零食回家，到晚上边吃零食边看加布，已经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也许抛开那些争论，寻找内心深处的开心就很难得了。使用着同样的语言能够对话，其实并不等于沟通与交流。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大量的信息差，与人相知、相识和理解，从来都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我看来，这正是加布最大的魅力和细腻的点。主角团一步一个脚印地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合和价值观上的成长，但斯托马克家却都被困在了曾经光鲜的牢笼里。若回首发现自己可能在进行无效交流的时候，希望快乐调色的各位能够成为你踏出坦诚以待的助力啊！你纯粹当这是个逃难者的废话，也完全不影响任何事情。作品嘛，自己看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それではスタッフ各位キャストさんも1年間本当に本当に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加布这部作品就像什锦糖果一样，各色各味任人去品尝，有人尝到了甜味，有人去尝到了苦味，也有人觉得这个味道复杂难言，但我觉得这也是作品传达的本意。幸福其实就像这一盒糖果一样，口味也是因人而异。我觉得加布的巧妙之处就在于他用零食包裹了一个非常深邃的命题，一颗软糖，一块巧克力，一包薯片，一个雪糕它看得很简单，但却能唤起每个人不同的这个情感与记忆。像母亲亲手给我们做的便当，像情人节对象送给你的巧克力，像儿时朋友与我们分享的一些零食，它载体是小的，但却包含了非常重的情谊。这种见微知著的表达，才让这个作品有触动人心的力量。当然，作品争议可能也正源于此。深真最后对蓝葛的理解，伴斗在最终战的一个选择，可能都让一些期待传统善恶分明结局的观众感到有些许不适。但这种不适本身，何尝不是对观众对幸福这个命题固有认知的一种挑战呢？结局深真踏上了研制光辉零食的旅程，恰似这样一个非常温柔的隐喻，也告诉了我们，幸福不是某种固定的标准答案，而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创造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去定义属于自己的幸福，制作属于自己的零食。最重要的是要怀揣善意去创造，带着包容去理解，用分享来传递这个幸福。幸福是有各种各样的味道的，需要大家各自品味。对我而言，也是这部作品最耐人寻味的地方。首先，第一个问题要评价加布历史地位了。有历史地位，行。在我心中，加布历史地位跟圣人差不多，属于那种我不喜欢，但是我不否认他拍的还不错的东西。那我问你，你喜欢什么？我喜欢战斗爽、怀旧风、幸福。你能不能直接一点？你喜欢什么？我喜欢胡子，可以吧？可以。我个人觉得他后期不能说没活，只是有的时候写得太细了，写太细以后会加剧拉长很多的篇幅，导致你有些节奏根本安排不过来。他的剧本没有进行过大改，整个架构动的不是很多，剧情的完成度也比较高。最大的问题在于载入史册的28集，别的都是假的，好吧？别的没什么好说，不错但是我要将天赋带到梦境去。顺着这位嘉宾的感悟，我再延伸一下，我认为加布特有的细腻既是他的优点，同时也是缺点。他的细腻真的很能抓住女性观众，乃至我们这些年纪稍大的观众的心。我想这也是女性编剧、女性制片人、副制片人3个女人一台戏才能造就的假面骑士系列独一档的细腻。但节目也因此没法兼顾到这之外的观众圈层所需要的燃点或者爆点。我想这才是加布风靡2极分化的如此严重的根本原因。事先声明一下，这是我们4个人做的一个总结。每一部的假面骑士呢，都不可避免的去做一张答卷。这张答卷的主题叫做英雄。经过为期1年的作答，井上深真交给我们的是一张优秀的答卷。吃下零食感受幸福，将其化为力量来守护他人幸福的英雄，其实也在被他守护的人来守护他的幸福。而这份守护的心意，也在每一天的日常中，宛如绚丽的花儿，平静地绽放出新的力量。那个在我们眼中曾为了出发行往新天地驾驶摩托的少年，现在已经成为可以去给予他人新天地带去幸福的假面骑士了。这是一份 presento， 也是一份真挚的感动。在屏幕前的我们品尝了这一口零食的甘甜，其实也在被他们守护了这份幸福。我们是观众，是路过他们世界的看客，那么我们也能是他们的考官。所以我们4人经研究决定，给予井上深真等人这份试卷的评分为满分100分。井上深真、新木田半斗、Lakia Amaruga、
刚更新过，还有制作加布的 staff 上大吉麦上的各位，在这一年里你们辛苦了，我们都获得了各自的幸福。那么让我们下一个世界再见。这是不是得鼓掌啊？不鼓掌都有点。各位为叔叔鼓个掌好，这一年他走的有多辛苦，各位都是有目共睹。各位都辛苦了，我就是痛并快乐着了。真的只能说，因为是嘎布，我才能做到这种程度。你再稍微讲一下，写出这个结语的人是谁？他们3个人是我的堂弟堂妹，弟弟他写了3页的纸，我把它精简了很多了。上几年级？6年级。正是看特色的写出来这个人哈，最大的那个告诉我说想请我找叔叔说能不能由我来带他们讲出这个感悟，向大家分享一下，因为他也很喜欢看叔叔的书，他真的很认真的有在每一周跟我讨论加布，我真的也是非常的被这件事情给感动到的。他们有你这个哥哥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我是觉得能给一个小孩子这么直接的一个感悟，已经是很棒的一个作品了。是啊。关于叔叔的结语，我想套用下第3集那个大叔教会生真的一个道理来展开，除了拿来垫肚子，难过的时候我们更要吃零食。以我自身为例，在我这1年间最艰难最压抑的时刻，真的是靠嘎布挺过来的。故事后期每出现动人心魄的情节发展，都能让我把自己的不开心一同宣泄出来，包括最为经典的第36集。我经常会想，相较于生真所遇到的苦难，我的那些所谓的困境又算得了什么呢？在这点上，生真就是我的榜样。为此，我把自己使用了好多年的鬼灭学生头像也换成了生真来激励自己。我也想特别感谢一位因为同样喜欢嘎布又与我恢复联系的初中同学，在得知我近期的遭遇后，他哪怕工作再忙，都会抽空约我出去打球放松一下，聊聊嘎布，甚至线下一起看2集。这对于我而言也是耀眼夺目不凡的瞬间吧。当然这些煽情的话我是不敢当面说的，希望也有在关注我的他没坚持看到这里吧。不过平时我也没少送他宝藏了，没头没见好吧。我到底有多爱嘎布这档节目，相信我和小团体这1年来的持续输出已经是最好的证明，这里就不多说了。真的非常荣幸自己因为嘎布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新朋友，而我也因为嘎布认清了自己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去独立思考，坚定的做自己，敢去发声。为此我想在最后说一句，我永远喜欢假面骑士嘎布。如果你也和我一样，那我们真的结缘了。祝好梦。